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新开启的 KVK 也是推出了这个加速更换的功能。这个部分在我之前的影片中也是有跟大家提过，这个不是捐献加速，而是把你不要的加速替换。它这边只能换到建筑还有研究加速而已。那么基本上这边更换加速的费用呢，就是1:1的。就比方说你用1分钟就可以换到1点积分，你用30分钟就换到30点积分。8个小时乘以60就是可以换到480个积分，以此类推。但是能够替换的数量也是有上限的，每一个加速都只能替换到800个而已，不能超过800个。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应该也没有这么多加速可以替换了，那可能1分钟、5分钟之类的会比较多，但是那种8个小时啊、24小时应该会比较少一点。最多可以换到24小时的加速，然后15小时、8小时、3小时。那么拿到积分之后可以拿来干嘛呢？就是可以拿来换取治疗，还有训练加速，还有一些其他的资源。那么能够换到的数量呢，这里都有写下来，你可以换到多少，然后它的费用是多少。但是你们注意看的话，其实8小时有2个，一个是减少75%的价格，另外一个是25%而已。并且你们可以看到，加速的时间越大，它折扣的费用就会越少。就比如说24小时加速是完全没有折扣的，8小时只有折扣25%， 3小时折扣40%， 60分钟折扣50%。那有一些玩家他们在进入这个界面的时候就没有仔细看了，看到有24小时之后就直接点下去了。那其实如果你直接换24小时是最不值得的。为什么呢？其实我已经做了一个列表给大家看。那这个列表应该大多数玩家看得懂吧？就是你买跟卖出去的价格相差多少。那因为我们基本上卖出去的价格呢都是1:1的，所以我们要看买那边的部分，买的价格跟卖的价格差距有多少。那我们可以看到黄色的那一排，黄色那一排的价格差距呢，你们可以理解为兑换货币的意思啊。就比方说1块钱美金可以换到多少钱的马币，值不值得？要换取哪个国家的货币会比较值得，大概是这样子的构思啦。基本上都是2倍以上的，而且你们可以看到24小时其实是将近5倍了， 4.16倍。所以这个想法跟我们一般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在我们多数人的想法里面就是觉得说你买更大样的物品或者是大包装的话其实会更加省钱。不对，在这个活动中，你反而买加速时间越长的加速呢，就会花更多的钱，更多的倍率。因为你们可以自己算一下，你卖出去才1440，可是你需要花6000的积分来买回24小时加速，那你们觉得值不值得呢？那如果我们来换算的话，最值得换到的加速其实就是8小时。但是在刚刚我就已经有说过了，8小时其实有分成2个。这里有一个折扣75%跟一个25%折扣的加速，都是8小时的。你们应该要先把那个75%折扣的8小时全部买光，会比较值得。总共可以兑换1300个。其实对于一般的玩家来说，1300个是已经够去换了，因为你要换到这么多，前提是你也是必须要卖这么多的加速才可以。我不确定大家有多少的加速啦。但假设你能够换到的积分是真的比这边1300个8小时还要更多的话，接下来要换哪一个呢？那根据我的列表，汇率比较值得的其实就是60分钟的加速。你们可以换60分钟的加速之后再换3小时的加速，接着才去换另外一个8小时只有折扣25%的加速，最后才是换24小时的加速。所以你们不要一开始就上去换24小时加速。那当然，如果你把这边全部加速都买完了，你还有剩余的积分没有用掉的话，其实你可以拿去买资源。当然这个也是要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啦。这个活动是在进入地图之后才出现2天的时间而已啊，这个要在失落之地的界面中点开。但是我这边要跟你们讲一下，你们在替换之前呢，先把你们的水晶工厂跟水晶研究院先建起来，提升到25等级。因为它的兑换商店兑换出来的加速都是一些治疗啊、训练啊，如果你用光你所有的研究或者是建筑加速之后，你可能就要用通用加速了。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把你们水晶研究院、水晶工厂所需要用到的加速先用掉，之后才来替换。那同时间明天开始就会出现新的活动啊，各位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同时间登峰造极也是差不多要出现了，那这个活动出来呢，其实刚好可以给玩家去替换多一点加速。
好让他们把那些没有用的加速变成训练加速，在登峰造极那边的时候就可以提升战力。那接下来说3D 化的事情啊，各位应该有看到昨天的公告了。公告说他们把这些野蛮人啊、部队这些全部变成3D 化了。就有玩家说到，这样子不是更加卡吗？那在之前的影片我跟大家讲过，新版画质跟旧版的画质差别在哪里？先给大家看一下旧版画质，它是可以把你的部队放大的这么大，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细节的东西。然而新版画质最多放大的范围就是这样子，我已经放到最大了，没有办法再放大了。就是因为新版画质你能够放大的范围有限，它不像旧版那样子可以放大的这么多，然后细节比较多，所以就没有像旧版的这么卡。那现在这个画面上啊，你们可以看到前后对比啊，左手边是之前的野蛮人，右手边是新的野蛮人。那么各位可以看到画面的比较，我是完全没有开简化模式，左手边的显然部队比较多，细节也比较多。那右手边是新版的，虽然是看到比较立体一点，但是它的部队数量比较少一点。所以说之后新版的会不会影响到画面更加卡顿呢？其实严格来讲是不会的，反而它负载的画面更少了。并且各位不要忘记我刚刚所说的，旧版其实可以看到更多细节。我这个左手边的画面不是放到最大的画面，这个才是最大的画面，会看到更加多的部队，更加细致一点。那当然有一些玩家比较喜欢新的画质，我觉得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而是新鲜感吧。可能是觉得旧版呢看到有点厌倦了，换成新版了之后就觉得哇很新奇啊，有新鲜感之类的。这跟刚推出新画质的时候是差不多的感觉。至于训练方面的兵营啊，我感觉差别不是很大吧，只能说新版的看起来部队稍微比较大一点，然后比较有立体感了。那部队方面是看得比较明显一点吧，可以看到从原本的浅蓝色变成深蓝色，而且部队的体型变得比之前还要更大一点，可以明显看到部队的脚是有在移动的，比较起之前的版本。所以对我而言，与其是说更加立体化了，倒不如是说把它的颜色调得更深一点，然后把它的部队体积放得更大一点而已。你们比较起画面上的工程车就知道了，你们可以看到上面的工程车颜色比较浅一点，下面的比较深。那其实改动画面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因为我战斗基本上都是用点点的。不过也是有听到一些玩家反馈说，用了新的画质之后确实没有这么卡了。所以严格来讲，新版的画质确实是有减少卡顿的问题的，只是看你喜欢旧的版本还是新的版本而已。如果各位想要感受一下差别呢，可以去设置那边调整一下整个游戏的画质还有部队的画质。以上就是关于加速兑换商店还有新画质的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